间将有20分钟休息时间，请各位不要浪费，可以在操场、食堂等地方好好放松心情，迎接下一堂课。第3堂课将在10点整准时开始，请不要在相同的楼层参加2堂课。紧绷了40分钟的我已经疲劳无比，只能昏昏沉沉地爬上3楼，随便找了间教室坐下。直到预备铃声响起，我才猛然惊醒。教室里竟然聚集了近20道人影，而窗外的大部分教室都空空荡荡，仅仅零星坐着1、2个人。在淘汰率如此惊人的情况下，这间教室几乎承包了3楼1半以上的学生。时间到了，讲台上的老师准时起身，飞快地书写本间教室的规则。教室规则：本教室在讲课期间需全程进行击鼓传花游戏。开始上课后，老师会递给最靠近讲台的同学一把刀，可往随意方向继续传递。老师低头读讲课时，请同学们保持传递，禁止停滞3秒以上。当老师声音终止，抬头之时，持刀之人需要在3秒内往自己身上刮一刀，否则淘汰。第一个接过小刀的同学根本没有熬到3秒，而是在接手之后迅速扔到了旁边的桌上。显然他对于自刮一刀这件事情显得极为抗拒和恐惧，因为力道过大，小刀甚至在桌上轻轻旋转，险些划破第2位同学的手背。好在第2位同学胆量大了不少，眼疾手快地抓住刀柄，总算是赶在3秒之前递出了刀。第3位同学显然镇定许多，接刀之后数出2个数字，从容地把小刀递给了第4位同学，这无疑是给所有人打了个样。随后的几人都学着他的法子，尽量数满至少2个数，再递出小刀。本来慌乱的教室竟变得相当有序，而我处在第6棒上，本来也准备学着他的模样，冷静地默数2秒。可让我没想到的事情突然发生了，就在我接过小刀的那一瞬间，讲台上口沫横飞的老师突然抬起了头，他的瞳子紧盯着我的方向，喧闹声戛然而止。我愣住了，我没有想到第一个面临老师抬头的人竟然是我，无所适从的慌乱顿时涌上心头，我的手忍不住一哆嗦，竟让小刀掉到了桌上。3秒时间转瞬即逝，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。可在我即将绝望之际，一抹荧光竟骤然从我眼前划过，我身旁坐了一位短发女孩，居然抢在我之前，拿起小刀在我的手臂上划了一道。这刀刃远比想象中锋利，带出了一大滩血液，痛感相当明显，差点让我叫出声来。老师见状，始终保持着同样冷漠的表情，埋头继续读起了讲义。女孩当即轻声喊道：“愣着干嘛？快传出来！”我赶忙将刀递了过去，眼看刀慢慢传走，女孩用低沉的嗓音同我说道：“看来我赌对了，不一定要自己亲手刮出这一刀，只要是受罚者出了血就行。”对于她的冷静，我不免有些佩服，不自觉地接过了话茬：“感谢你的援手，我叫酱汁。”我叫青青。她轻轻点头：“你可不可以告诉我，你前2堂课分别去了哪些楼层？1层和2层？”我回道：“你呢？我先